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谁没被这锅鸡爪黄豆香到过？软糯到一抿脱骨，连骨头都浸满豆香。做法简单到新手也能秒会，错过真的亏。今天花23块买了1斤鸡爪。第一步，先仔细处理。这鸡爪指甲藏满污垢，不仅看着脏，吃着还不卫生，说不定还会带腥味，得逐个把指甲剪掉，这样吃起来才放心，也能减少异味，口感更清爽。指甲剪完，可别急着下一步，得在鸡爪1分为3就好。这样切不仅能让调味更快渗进肉里，煮出来更入味，吃的时候也不用费劲啃整只，一口一块特别方便，再也不用担心啃到骨头还没尝到味儿。很多人把鸡爪剁好就直接下锅焯水，难怪做出来总带着重腥味。其实我在家从不这么做，得先加1大勺白醋，撒点盐，用手反复抓捏几分钟，盐能帮着杀菌，白醋还能进一步去除残留粘液，淡化腥味。抓的时候手上会摸到滑滑的物质，这些正是腥味的元凶，一定要彻底抓出来才够干净。抓捏完别着急洗，倒上清水没过鸡爪，泡够20分钟才关键，这样能把血水和杂质都泡出来，吃着才没腥味。而且白醋还能悄悄软化肉质，等会儿煮的时候更容易煮得软糯。这个小窍门可得记好，做鸡爪必备。趁鸡爪泡够20分钟的空档，我们来切配料。再拿1大把大蒜，同样切成小粒，取1大块去皮生姜，切成小粒，把切好的姜蒜都放进盘子里备用。20分钟一到，大家快看，盆里的水已经变得浑浊，之前藏在鸡爪里的血水和杂质全泡出来了，看着就知道没白等。接下来要换清水，多清洗几遍，每次洗都轻轻搓揉一下鸡爪表面，直到最后洗出来的水变得清澈透亮，这样鸡爪才算彻底洗干净，做着也没腥味儿。把洗干净的鸡爪捞出来放进锅里，丢几片葱姜，再倒点高度白酒。比起料酒，白酒去腥效果更猛。倒入清水没过鸡爪，开大火把水烧开，煮的时候会浮起一层浮沫，这些全是残留的杂质和血水，必须彻底撇干净。要是留着，最后做出来的鸡爪还是会带腥味，这一步也可别偷懒。保持大火焯水6分钟左右，就把鸡爪捞出来，放进清水盆里，要仔细搓洗鸡爪表面，把残留的杂质和浮沫都洗干净，直到摸起来干干净净的。这一步可不能少，洗到位了，做出来的鸡爪才够清爽，没一点杂味。我们再把锅烧热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等油微微冒烟，油温上来了，就把之前切好的葱姜倒进去，用铲子快速翻炒几下，直到炒出浓郁的香味，就把处理好的鸡爪倒进去，翻炒一下，把鸡爪水分炒干净，接着加1勺老抽，1勺生抽，开大火快速翻炒，要一直炒到鸡爪裹上酱汁，散出浓郁酱香味，大概炒1分钟就行。像视频里这样，等鸡爪
完全均匀上色，等鸡爪炒出漂亮酱色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黄豆倒进去，大家记得黄豆一定要提前泡好，才容易炖烂。继续翻炒均匀，然后就把昨天没喝完的半罐可乐倒进去。别小看这生可乐，它可是个好帮手，既能进一步去掉鸡爪残留的腥味，还能给肉里添点淡淡甜香。更重要的是能软化肉质，让鸡爪后续更易炖得软糯。接着往锅里加清水，水量要没过所有鸡爪，然后扣紧锅盖，开最大火煮上10分钟，让汤汁的味道慢慢渗进肉里。10分钟一到，咱们打开锅盖看看，这时候鸡爪基本已经熟了，但咬着还不够软烂。调味很简单，加一点点盐提味，再放适量蚝油增鲜，用铲子轻轻搅动，让调料均匀裹在食材上。然后继续扣紧锅盖，再炖10分钟，让鸡爪吸满汤汁，彻底软烂，黄豆也能吸足香味。时间一到，掀开锅盖的瞬间，香味直接铺满整个厨房，太绝了。此时鸡爪的角质已经完全炖化，吃起来肯定软糯，锅里的汤汁也收得差不多了，变得黏糊糊的，裹在食材上特别有光泽，要的就是这种浓郁的状态。光看着就馋得流口水，这卖相谁能扛得住啊？看来今天减肥又要失败了。先把炖好的鸡爪连汤汁倒进提前热好的砂锅里，热砂锅能锁温，还能让香味更浓。最后撒上一把芝麻匀铺些葱花，瞬间添了亮色。这道黄豆焖鸡爪看着更有食欲，吃着也暖心。端起这锅热乎的黄豆焖鸡爪，砂锅里还滋滋冒着热气，芝麻香混着肉香直往鼻尖钻。夹起一块，鸡爪软糯到轻轻一抿就脱骨，黄豆吸满了汤汁，超入味，连汤汁拌米饭都能多吃2碗。不管是追剧当零食，还是家人聚餐当硬菜，都特别合适。做法简单又好吃，你也赶紧试试，保准做完被家人夸不停，下次还想接着做。